因为违抗王命偷偷开采密银矿而被停职的卡扎多姆矮人王子都灵，正无所事事地跟着妻子一起逛菜市场，看着妻子节衣缩食地挑选便宜菜，倍感受挫。妻子问他是否打算去跟国王父亲聊聊，都灵愤愤地表示自己坚决不会服软。忽然地心传来隆隆的低吼，妻子大声警告危险，自己却被剧烈的晃动掀了个四仰翻天，洞中巨石坠落，石柱倒塌。当震动渐渐平息，整个卡扎都姆旋即陷入一片黑暗中。大家好，欢迎来到露天电影院，我是吉利波。我们继续《力量之戒》第2季的第2集。凯兰虽然戴上了戒指，欣喜很快就被不安取代。凯勒领主被索隆的黑暗纠缠、缠绕杀死的幻觉不断出现在眼前。3个精灵之戒、7个矮人之戒、9个人类之戒，将可以控制整个中州的国王以及他们统治的王国。这个想法让凯兰心生恐惧，甚至在至高王部署进攻阿尔达的战术方案时，他都心不在焉。至高王询问他进攻摩多的意见，凯兰认为应该走水路，沿安都因河从西面进攻，这显然大大缩短了行军的时间。至高王马上采用了这个意见，他看出凯兰的心神不宁。凯兰解释道自己是在担心索隆，虽然有消息称索隆去了摩多，但凯兰认为他已经离开了摩多。索隆希望全世界心甘情愿地臣服于他，那么就不可能完全诉诸武力，控制人心的魔戒将是最好的选择，而能够制造戒指的地方才是索隆的目的地。至高王对这个猜测将信将疑。凯勒领主所在的埃瑞吉安夹在2河之间，又有厚达3米的矮人石墙包围，手无寸兵、孤身一人的索隆怎么可能攻进去？而且至高王已经给凯勒领主送了信，凯勒领主也绝不会轻易相信他。但这番话并不能打消凯兰的焦虑。凯兰表示，自从戴上戒指，似乎就能窥探到索隆的蛛丝马迹。那些围绕凯勒领主的恐怖画面真真实实地出现在眼前，并不是自己臆想出来的。同样，戴上戒指的至高王也有类似的幻象，那是一座被阴霾笼罩的白塔。凯兰马上要求前往艾瑞吉安，却被至高王拒绝了。凯兰曾经被索隆欺骗过的事实，让至高王担心凯兰更容易受到索隆的影响。至高王的态度很坚决，凯兰马上提出，如果自己找到陪同者一起呢？正在2人讨论时，索隆被凯勒领主拒之门外。拒绝的原因并不是因为知晓他是索隆，而是因为凯兰离开时，领主曾承诺不再见这个人类王子。看来至高王的信并没有送到，而且永远送不到了。那些信使在半路被劫杀了。索隆发现对方还未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干脆就赖着不走了。奇怪面具的人来自鲁恩之地西部的卡拉斯加尔。大法师用仆人带来的飞蛾和鲜血组成神奇的仪式，召唤出那些被怪老头杀死后变成飞蛾的神秘人。这些被称为追踪者的神秘人向大法师汇报了索隆化身游走在中州大陆的事儿，但他们却在抓捕怪老头时失败了。大法师很生气，他把怪老头称为伊斯塔尔。面具人自告奋勇地请缨出马抓怪老头，以此换取自由。大法师同意了。这时诺瑞和波比正拿着星座书页，一边前进一边给怪老头起名字。怪老头觉得起名这事儿得先知道自己是谁再做决定。诺瑞很赞同，而且表示一定会帮助怪老头找到真实的身份。不过眼前他们要面对的是一大片寸草不生的荒漠。正当他们准备休息好踏上那片荒漠，风带来了若隐若现的马蹄声，声音正是来自那些面具人。3人急忙躲了起来。还好毛脚族的伪装很到位，加之面具人瞎得无以伦比，有惊无险的暂时逃过了一劫。他们也不敢多做停留，于是匆匆上路。酷热的戈壁上，慌忙上路的3人很快就再次喝完了随身带的水。终于怪老头在严重的脱水中倒下了。诺瑞和波比拖着他找到了一处低洼处的水井，没想到这井居然有水，顾不得那么多，波比一把抽下卡在水车轴上的铁棍扔在地上，奋力把水桶摇了上来，提着水去救怪老头。匆忙中没拴紧的井绳滑入了水井，另一边的绳头在旋转中敲打着铁盖，如同报警声一样传遍了旷野。当3人刚刚沉浸在找到水的喜悦中时，面具人出现在山丘上。怪老头突然发现那个用来卡水车轴的铁棍和梦里的法杖如此相似，他拿在手里倍感亲切。
如果不出意外，这几个面具人就是来给法杖开光的炮灰了。果然，这几个面具人废话不多，直接纵马就冲了过来。诺瑞和波比急忙跑到井沿后躲避飞来的箭矢，怪老头却丝毫不避，手拿法杖喃喃念着咒语。法杖落地之时，刹那间狂风平地而起，卷得黄沙迷了双眼。风越来越大，骤然聚集成了威力无穷的龙卷风，不仅把敌人完全吞没，也快要把诺瑞和波比吹飞了。没想到法杖也在狂风中碎裂成渣，这竟然是一次性的。失去了法杖后，怪老头再也没有办法停下狂风，只能眼睁睁地看着2个毛脚族小伙伴被风卷上了天，消失在昏暗的沙尘狂风之中。卡扎都姆经历了剧烈的震动后，花园全都枯萎了，城中谣言四起。太子妃同时也是萤石者的迪莎警告不信谣不传谣。萤石者是具有通过歌声与岩石沟通的特殊能力的人。为了阻止谣言，迪莎带领其他的萤石者一起向国王请愿。正巧工程师向国王汇报，来自南方火山喷发引起的巨大震动，通过地脉影响到卡扎都姆的部分矿坑崩塌，现在需要修复和重建。于是国王同意由萤石者用歌声与岩石沟通，但岩石似乎拒绝沟通，在歌声中继续崩塌了。这种百年不遇的状况令迪莎和国王都措手不及。国王担心有更糟的事儿要发生，一边安排工程师继续修复矿坑，一边向迪莎问起儿子都灵。迪莎直言，如果父亲想与儿子和好，那就主动去亲口说句对不起，这比什么都强。老国王坚持自己没错，儿媳妇儿表示这固执真是祖传的。老国王纠正道，那不叫固执，叫坚韧。儿媳不理解父子俩为何非要把铁石心肠当作美德，互相敞开心扉不好吗？宁可白白蹉跎了年华，只为赌口气。老国王无言以对。无所事事的都灵开始下矿坑干活，矿井工人对这个下基层体察民情的王子充满嘲讽，认为他这2下就磨出水泡的小嫩手，还是更适合回皇宫数钱。说完还恶作剧地推了他一把。气哼哼的都灵回家嚼着过期面粉做的面包，询问妻子为何不弄点可口的食物。妻子抱怨自己再也听不到大山的回应和岩石的奏鸣，世界在黑暗中沉寂，危险正步步靠近。这2父子不想着团结共同御敌，只顾着像孩子一样生气。都灵向妻子承诺一切都会好的，但妻子满脸的怀疑。凯兰来找艾隆，请他随自己一起去埃瑞吉安。至高王派出的信使全都有去无回。凯兰怀疑索隆已经再次混入了埃瑞吉安，但是艾隆拒绝了，任凭凯兰用各种理由请求获得艾隆的指引和援救，甚至提起艾隆曾答应过自己赴汤蹈火，艾隆都不为所动。他认为凯兰自从选择戴上精灵之戒，就已经选择与索隆为伍，与他分道扬镳了。凯兰无功而返，看着凯兰离开，艾隆向同样戴上戒指的齐尔丹长老说起自己的选择。齐尔丹长老表示，不要因为制造者的身份而否定这件神器。精灵之戒蕴含的能量无法估量，它就像事物的2面，有好有坏，关键在于使用者的选择。如果它的能力可以毁天灭地，那就更需要智慧和心灵纯洁的精灵来驾驭。同样，帮助那些误入歧途的挚友，才是朋友这个关系的意义。趁现在为时未晚，力挽狂澜的选择终会留给那些有责任感的人去尝试。长老的一席话让本来心意坚决的艾隆开始动摇了。用最后一块密银制造的神器，只有在月光的照射下才会显现出优美的图案。凯勒领主一瞟眼就看到还在大门口蹲守的索隆化身的人类王子。索隆默默注视着高塔，他等待的人出现了，现在就还需要加点气氛。于是乌云瞬间笼罩天空，雨点噼里啪啦地落下来，刚刚好把这苦肉计烘托到位。不出所料，凯勒领主匆匆而来，要求索隆马上离开。索隆一脸诚恳地问，是凯兰的意思吗？言下之意，凯兰建议凯勒领主对自己视而不见的事儿他全知道。不仅如此，他继续问起至高王来信了吗？似乎在暗示至高王忽然杳无音讯，与凯兰阻止领主见自己是有原因的。凯勒领主忽然被问住了，接着索隆就充满为凯勒领主打抱不平的语气，实则挑拨离间地说道，真正劳苦功高的创造者什么都没得到，而那些不劳而获者却把戒指据为己有。说罢转身就走。对实情充满疑惑的凯勒领主赶紧留住他。接下来索隆就被请进了屋里，喝着热茶。
凯勒领主关心地问起3枚戒指是否成功。索隆表示3枚戒指大获成功，而且还拯救了林顿的精灵。凯勒领主激动得老泪纵横，他为自己能制造出如此伟大的法器，能够拯救林顿感到自豪开心。索隆一看这老领主和林顿的关系那么铁，看来之前的挑拨没有任何效果，马上改变战略。他提议凯勒领主再接再厉，为人类国王制造几枚戒指。没想到凯勒领主马上拒绝了，因为在精灵眼里，人类太过于贪婪，为这些无法克制自己弱点、非常容易堕落的种族制造如此强大的戒指，无异于亲手毁灭世界。于是索隆自称是维拉派来的使者，帮助战胜邪恶力量。来自魔多的邪恶力量将会毁灭精灵、矮人和人类世界，他正是来帮助战胜邪恶的使者。凯勒领主依然不相信，于是索隆消失了人类的面貌，从火中走了出来，以精灵的面貌示人，并声称凯勒布林伯就是神选之主，来完成这个伟大的壮举。成功后，凯勒领主将被世人尊称为指环王。这一番操作彻底把凯勒领主给唬住了。索隆变成的精灵自称安纳塔，赠礼之主。凯勒瞬间就相信索隆的一切谎言。在林顿，至高王连夜召唤凯兰，要求他天一亮就带几个精锐前往埃瑞吉安，而艾隆也同意加入此次行动，并且受至高王所托成为这次行动的领导者，这让凯兰颇感意外。卡扎都姆内，都灵王子的大门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敲开，卫兵送来了艾瑞吉安的凯勒领主的书信，邀请都灵王子前往艾瑞吉安。好的，本集剧情就讲到这儿。在本集中出现了一个名叫卡拉斯加尔的地方，位于鲁恩之地的西部。查了一下，在托尔金的作品中，卡拉斯加尔这个地方并未出现过。鲁恩之地在原著中是位于中土世界的东部，是一片广阔而神秘的土地，常常被称为东方。生活着包括邪恶的哈拉德林和乌玛，他们受索隆的影响，攻击西方的自由种族。但这个地区的许多地方在托尔金的作品中并没有得到详细的描述，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空间。在那个大法师口中，他把怪老头称为伊斯塔尔。伊斯塔尔在昆雅语中意为智者，是麦雅的一部分。伊斯塔尔受维拉之命，被送到中土世界来对抗索隆的黑暗势力。甘道夫、萨鲁曼、兰巫师和瑞达加斯特都是伊斯塔尔。伊斯塔尔在中土是以老人的形象出现，未展现他们全部的神力，这是维拉对他们设下的限制，确保他们帮助中土人民觉醒自己的潜能和团结，而不是通过直接的使用神力干涉事实。在这一集中，索隆化身为精灵安纳塔，安纳塔在辛达林语中的意思是赠礼之主。通过这个名字，索隆希望自己显得慷慨和乐于助人，赢得了精灵们的信任。好的，本集就浅浅聊到这儿。努力去恶补了一下背景知识，真是不得不赞叹托尔金所虚构的这个庞大的故事背景是多费脑子的一件事儿，更是多大的一个工程呢。今天就聊那么多，很高兴与大家一起看片聊天，谢谢大家光临露天电影院，欢迎大家点赞关注，并在留言区与我们交流互动，我们下期见。